WLF 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是，杨明对上了朝九玉桂，这也是我们期待了很久的一场比赛啊。是，这条金腰带其实在朝九玉桂的手中已经很长时间了，从2018年开始一直到了现在。是的。中间在2019年的时候，王俊玉曾经拿到过挑战权，但是第4回合的时候被朝九玉桂给飞膝掉了。对，而且很有意思的，朝九玉桂拿到这条金腰带的时候也是飞膝，是赢掉的赵崇阳。对。所以今天我在就是我们吃午饭的时候，我遇到了杨明，我问他，我说你备战的情况怎么样？他说告诉我非常好。然后我说有没有安排特别打法？他说我在体能上做了特别的储备，因为这场比赛是金腰带的挑战，一共5个回合。所以在我们说话的时候，阿亮一直在认真的看什么呢？邱老师，我在看呀，杨明到底怎么能够来打这场比赛？因为在我看来。除了近距离有一些威胁的话，中距离朝九玉桂的控制能力是非常强的。是的，朝九玉桂不是用拳控制，他是用腿控制，因为朝九玉桂有练这个空手道啊，对，他的腿法控制能力特别强，不管是低段、中段还是高段，都有终结的能力。而且每一次的踢空，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报价呀都非常的紧。是。就是回收的这下特别的快，这是我对他最大的印象了，就是回报价的这下，就我们很多运动员可能打出去这拳之后，可能往下就不管不顾了，可能会，然后有的好一点的可能会改变一下自己的站架或者移动端接移动，但是他就是出得快收的也快，就报价相当严密，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运动员。目前看来，杨明的主要机会还是在拳法上。拳法上是，但是朝九玉桂也是。之前赢了我们国内的一众好手啊，是对，比如说李宁、赵崇阳、方飞达，当然这个呢可能是在16年、18年和19年的时候，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王俊玉啊，还有赵崇阳啊，我觉得经过了我们国内运动员3年的内战，我觉得这是一个检验我们是否成长非常好的一个环境，或者说谁究竟能够成长更快一些的一个非常好的比赛。是对杨明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对于头部的防守和上身一直是不动的，很容易猜到他什么时候进。对，这个时候如果一旦朝九玉桂出一些冷动作，例如说飞膝，他是没有办法做出反应的，因为他始终没有这种虚晃。杨明没有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做虚晃，而且飞膝是朝九玉桂的利器。哦，是吗？对，就之前王俊玉就是19年拿到挑战权的时候，就是飞膝被 K 掉了。然后赵崇阳当时争这条金腰带，18年的时候也是被他的飞膝给 K 掉了。所以要小心杨明，你在进攻的过程当中，我希望你还是有一些虚晃。好，进入到第2回合的比赛，金腰带的卫冕战要打5个回合。对。好，朝九玉桂的节奏上来了，明显不一样了。对。朝九玉桂踢得也很快啊。是作为一个冠军卫冕的比赛，要让你知道冠军事实上是为什么成为冠军。是，而且他已经卫冕成功过一次了。对，19年的时候，小雷公王俊玉拿到了挑战权，但是没有成功拿走这条金腰带。所以你想，从2018年到现在，已经经历了5年了，这条金腰带一直在朝九玉桂的手里，而且他这几年也是保持了一个非常高的比赛的频次，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竞技的状态。对，朝九马上要踢高扫，因为已经打了几肚子，飞膝出来了，开始有变化了。对。前面都是为了让你达到一种肌肉记忆力，然后后面开始出大招了。对，他的飞膝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很多人飞膝都用在单击上，他不是，就飞膝顶上来之后，然后自己拳上的进攻输出，甚至接腿的进攻输出会非常密集的就过来，一定会接一个组合。是的，杨明这会儿是小心自己头部防守，对，不管对方的这个高扫还是拳法，都开始有一些声东击西、避实击虚这种套路已经出来了。刚才一个前手平勾，杨明是打中对方了。是的。你看，我们看到朝九玉桂事实上是在，不管是在打还是抱的过程当中，都是在思考，对，都会有应对机制。是。但是杨明在抱到一块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应对机制可能还需要再丰富一些。就还是进攻逻辑会更清楚一些，就太知道，包括自己的战术安排啊，就非常清楚自己下一步要干嘛。对，但是杨明的体能真的是很强。是。
对，就像我刚刚说，今天中午那会儿我见到他的时候，我也说，你有没有做刻意的战术安排和打算？他说没有，但是就打出自己就好了。但是体能这一端，他的确做了充足的准备。目前来看还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赛前的时候，我们到达场馆以后，我问了一下魏睿啊，我说，今天晚上阳明这场比赛，你这边有什么特殊的安排或者特殊的想法吗？其实魏睿也说，他打出他自己就好。这个过程，我相信阳明，而且他说，我也很相信阳明，有这个实力去做这样的一个挑战，就即便不成，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长。是，毕竟跟高手过招，对，输了学到更多，赢了拿走腰带。这是稳赚不赔，对，两不耽误的事啊。但是能够获得这样挑战的机会，也是阳明拼来的。没错，其实他也是成长非常快的一位运动员。好，第3回合的比赛。漂亮，拼拳了，对，真枪的拼了。对，其实这个拼的状态，我觉得应该是阳明更喜欢一些的。对，我觉得赵九这会儿应该是在他出拳的过程中，肯定会踢更多腿。他的拳应该是假的、虚的，肯定会在阳明出拳的过程当中，找一找腿法。赵九的膝不能不说啊，真的是非常的犀利。因为我们看到赵九的拳，你说膝，我觉得他拳也很准啊。对，阳明要小心。的确，就是在赵九的身上，我看他这么多年的比赛，我觉得你很可怕的是，你很难看到他有哪一部分的短板。是，就是速度也够，力量也好，而且我们刚才说报价还稳。哎呀，真的是。我觉得上一次他跟朱帅打的过程当中，他的短板是展现出来的，就是他面对这种跳动进出比较快的一个人，所以说，刚才正说着，阳明的一记后手摆拳，而且是左手的后手摆拳，打到了这个赵九玉贵。所以接着阿良刚讲那个，这也就是朱帅终结他对华不败战绩，是抓到了他的一个短板。对，朱帅的这个跳动能力很强，移动能力很强。而且朱帅很少会用这种滑步类的，基本上都是跳步，就一大步就上去了。是，会比一般的人要快一些。我们看到赵九玉贵，如果是打腿的，就会像这个大多数的这个泰拳选手是一样的。如果你一旦打腿，那么你的移动性肯定是不是那么的好的。对，因为打腿就必须要站在原地。对，而且两腿之间的这个距离不能太远，太远的话就没办法踢太慢。对，如果你打拳的话，这个两腿之间的距离肯定是很远，这样的话你进出才会更方便。所以。这就为什么赵九玉贵他是主要踢腿的，那么遇到这个进出机动性比较强的选手，比如说金一这样的选手，都很难打。是，就老是容易逮不到。是。但是我们看到阳明的移动性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的像前两位朱帅啊、金一那么强。是。对。他还是属于那种就是硬劈型的运动员。是。阳明一路成长起来就是，包括我之前还跟魏巍聊过，我说阳明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也有点轴，对，这样一动就要跟对方硬刚、硬打的那种类型。那个魏睿也挠头说，说了好多回不听。特点说这就是改，之前阿良说的，就是肌肉记忆和自己的个人习惯问题，很难改。有时候打拳也跟一个人的性格是有关的。一个人的这个性格，如果他不是那么的皎洁吧，对，那就很难做到变通。其实你可以用狡猾这个词儿。像杨明这种，就是我们国内运动员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打得非常的实在。想了半天用了一个皎洁。对，因为他没有虚实结合。这个已经进入到第4回合的比赛了。对，所以看来真的是两个人都做足了打5回合战斗的准备啊。体能储备非常好，还有赵九玉贵的赵九玉贵一记飞膝，这拳也左侧擦过去，在这一点就非常危险了。所以说阳明啊，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虚实结合就很重要了。对，感觉赵九玉贵这回合一上来又提节奏了。对，赵九玉贵已经开始发力了。如果打5回合的腰带争夺战的话，基本上后程发力的节奏是很多的。对。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作为一个老牌的或者是长期卫冕的一个冠军，他拿出了他冠军应该有的这种成熟，在第4回合或者第5回合开始发力，看，开始发力了。对，这回合一上来就感觉他的侵略性猛然间增强了。是。对。而且他
打到第4回合之后，我们如果再看前3回合是一个阶梯状的一个进阶型，那第1回合上来了之后打得很稳健，对，然后确定性越来越强，第3回合已经表现出来了，第4回合就会更明显一些。杨明的体能衰竭了，杨明的体能出现问题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他的这个团队骁气团队给他的鼓励是非常的充分的。漂亮，看看能不能顶得住。对，加油！挤在卫生角了，出来要出来，不能抱着头，不然飞膝。看到这个朝九玉桂的这个对朝九玉桂的这个膝啊、腿呀，这个时候只是认准这个杨明的这个右侧的这个大腿，不能主动搂抱，对，否则会被视作消极比赛啊。所以你看，就是一到朝九玉桂，现在第4回合一提速的进攻端，杨明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在做招架。又被挤，哇！用了一个半踢，一边绊一边踢。他马上要高扫了，朝九玉桂要高扫，低扫取出来，要高扫了，低扫踢，又一记低扫。对，看杨明确实体能出现问题。对，但是朝九玉桂到现在还能有这么密集的输出啊！是，这1分多钟都没有停。朝九玉桂不止一次打这个5回合的比赛。对。他的在体能的分配上有储备是一方面，怎么样如何在5个回合合理分配也是一方面，也很重要。刚才我不知道这个韩燕老师和雨辰老师有没有注意到，朝九玉桂在踢中杨明右腿之后发现有效果，他直接来一个后手拳也在向腿上打，他的拳法也在向腿上落，但是所有的火力都落在那个杨明的右腿上，就在对他累积伤害呗。对，累积伤害。对，就是外侧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就是前支撑腿，就右腿的外侧已经。好，第5个回合的比赛了，分开。不能够连续啊！是。看到朝九玉桂的重击还是在杨明的右大腿。对，尤其是扫踢啊或连续的，还有做累积。我觉得再有3次这种力度腿法，影响移动。对，杨明的这个腿力非常危险。对。杨明的体能也在下降，下滑的特别快。这个时候朝九的这个节奏还是在攀升的，没错，越战越勇了。对，就是输出的频次还是非常密集。然后比赛继续，杨明的这个挑战哈，无论从节奏上还是从这个动作上来讲，都单一。是。杨明是抱着必胜的心，但是没有准备必胜的这个战略和战术。没错。漂亮。这回合招架的这个状态就显得更明显了。对，这不得不说朝九玉桂的确是恐怖啊！就是你看他现在进攻的这个频次和节奏还在一个上升段。是的，就比第4回合又更好了。对，这个时候才是杨明最危险的时候。对。看到冠军在前几回合那么压着打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收着力。是。这个叫做什么？战略上的这种体能分配。是。刚才韩燕老师也说到了，杨明不管是在节奏还是在技术方面，都没有能够看出有一些优势。除了这种必胜的心态之外，除了心态之外，还是要有一些实际的东西。而且看现在右腿在长击打的这个硬度上已经没有了，几乎。我们看到这个杨明的这个体能的衰竭，肉眼可见，非常明显，即便是在表情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加油，杨明！对了，是的，加油！对，小心对方的飞膝。对，这个时候就是全在打意志品质了。这个时候，我相信这个朝九的这个膝也不见得飞得起来了，朝九也很累。对，他也很累，也快到体能的临界点了。但是可怕，这种持续的体能输出，相当于比杨明多了1个回合啊！是的，如果这样算的话，知道这是很难得的一种叫做节奏的突然之间的爬升，这个应该是非常好的。你可以从1到2，2到3，3到4，但是有些人可以突然从1到5，一下子就让你接受不了。就猛的一下，这个适应过程太困难了。加油！好，10秒。但是我觉得朝九玉桂今天可怕的是，他在第5回合的时候才把自己的进攻节奏提到了5。对，这个是他，我觉得天花板一般存在最可怕的地方。是。